世界上总有一种潮流啊，叫做中国行我也行。日本的这一次登月就是这样，结果试试就试试。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啊，日本进行了一次这个所谓的民营的登月尝试啊，最终啊，这个白兔 R 号啊，还是这个坠毁在了月球表面。那么根据现在的初步的复盘啊，很有可能是因为计算失误啊，导致它这个减速发动机的燃料提前耗尽，还没把速度减到0啊，就拍到了月面上。那么这样的一个低级失误啊，其实啊，也是日本这些年来在探月项目上屡屡受挫的一个缩影。进入到新世纪以来啊，人类的几次这个探月项目啊，这个成功率啊只有1半。那么成功的这1半，偏偏恰好都是由中国完成的，就是咱们的嫦娥3、4、5号。而失败的这1半，很不幸还好像都是日本完成的啊。日本已经连续的3次登月失败。那么因此啊，网上就有网友开玩笑啊，说中国的嫦娥5号好不容易啊，把新世纪探月的成功率拉到了60%，这日本的这个白兔号啊，又一把把它拍回了50%的成功率啊。笑话归笑话，但是我们却能从这一种所谓的中国行我也行的心态里面看到啊，这些年来其他的这些国家在中国大步向前的时候心里的那种焦虑感。以日本为例啊，日本的航天工业啊，之前啊与中国啊，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确实那叫做互有短长。特别是啊，当年这个 H2 大型运载火箭出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技术水平可以说还是相当可以的啊。只不过在这些年中国大踏步的前进的过程中啊，日本在所有的领域可以说都是大幅度的落后了。无论是我们说的深空探测，还是登月探测，还是我们说的空间站，日本啊不能说毫无建树，只能说是裹足不前。即便是我们说的大型运载火箭的发展啊，日本好不容易传出来一个 H3，但是如果从简单的性能指标对比，都能发现 H3 比起我们的这个长征5号，那都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但是啊，可以说这个民族的荣誉感，或者说这种不服气的感觉，还是让日本啊，至少在登月这个项目上，不停的要发起挑战啊，要证明中国行我也行。只不过啊，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客观的啊，有技术差距，那就是有技术差距。你不可能通过一点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能把客观存在的差距给弥补掉。日本的这一次啊登月的失败，正好又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差距的客观存在。那其实不止日本啊，在这种中国行我也行的思路下面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尝试啊，最终被惨遭打脸啊。就比如说印度。那么印度呢，就有一系列的中国行我也行的东西，就比如说印度自研的这个战斗机印度自研的坦克，印度自制的航空母舰。那么这一些印度在军备上的尝试，最终都被证明是印度与中国国力上巨大差距的集中体现。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也或多或少的眼红于中国目前在各种方面的一些进展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互别苗头的这种倾向。只不过我们说发展从来不是眼睛盯着远方就行的，还需要低下头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向前。那么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随着我们国力的增长，随着我们科研人员的不断的付出与努力，我们在更多的领域还会追上世界先进潮流，甚至呢能够超出领先。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所谓的中国行我也行的这种思路。当然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如果他们做成了，我们自然是要鼓掌祝贺；如果没做成，这也很正常。大家都是客观发展的，就要客观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也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我们下期再见。